陛下，这卷脉案用的虽是陈年旧纸，但墨迹却是崭新的。诸位大人，但凡看过账簿或登记册的都会知道，即便是同一个人，使用同一副笔墨书写，每日的字迹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但这卷跨期近1年的脉案，却是一气呵成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这卷记录公主脉象的脉案，用的却是3年前歙州才研制出来的无香墨。无香墨以极为精巧的制墨工艺，极大降低了墨水本身的焦臭味，而不像以往的制墨之法，要在墨中添加香料以遮盖焦臭，所以谓之无香墨。现下此墨仅用于宫中，即便是他曾在某处得到此墨，又怎会用来誊抄一卷脉案呢？朕从未将无香墨赏给太医署任何人。韩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太医又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他确实是吊死的。当真？他颈前有一道紫黑色的勒痕，位于喉结下方，所以他唇齿微张，舌尖探出。这道勒痕从他颈前一直延伸到他耳边，而且他腿上有血印，确实是吊死的。不过，他应该不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有些淤伤，应该是临死前和人打斗过，但又不像是和人面对面打斗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双手手腕有明显被人大力抓握的淤伤，但他身上其他的淤伤大多都在他四肢的侧面和背面。这一架真不知是怎么打的。这些淤伤在什么部位？他左腿的外侧位置上有条状的淤伤，是磕在坚硬的棱上造成的。王爷，我们来试一试。好。如此挣扎，是否伤处就会在四肢的背面或侧面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可此人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斗？张太医年逾60旬，又无功夫在身，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，怎会费如此周章？我知道了，他是要先把张太医在床榻上捂晕过去，然后再吊在房梁上，这样看起来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。我在死者的鼻子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细絮，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。他一定是在被捂住口鼻时奋力挣扎吸进去的。可是发现死者的人明明是看到死者当着他们的面踹凳子的。我听说他们发现的时候，死者还吊在梁上直晃荡呢。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，那2名发现死者的太医是不是就撒谎了呢？陛下，臣已查明，太医张叔之死并非悬梁自尽，而是被人用棉被捂至晕厥之后，悬吊于梁上而死。真是无稽之谈！当日太医署的2名医官亲眼见到，张太医自己踢倒了凳子，只不过他年迈体弱，才没能救得过来。
当日是谁发现张叔上吊死的？朕来问你们，当日是否亲眼看见张叔是自己踢倒凳子的？是。陛下，臣相信二位医官并没有撒谎。安郡王，你一会儿说张太医是被害死的，一会儿又说两位太医没有撒谎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张叔确实是被他人所杀，二位医官也都没有撒谎，他们只是被凶手的障眼法所骗，误以为自己看到的当真就是张太医踢凳子自杀的一幕。陛下明鉴，安郡王明察。陛下，旁边这间屋子与案发之地一模一样，臣已将屋中布置为案发时的情形，还请陛下移驾亲自去看看，凶手是如何掩人耳目的。好。陛下，屋内已如死者被害之夜一般布置妥当，只要重演当夜两位医官发现死者的过程，便可真相大白。陛下，我来。二位医官，当日你们推门之前，这门扇可是如现在这般？正是。韩尚书，请吧。二位医官，你们当日听到看到的，可是如此？是，正是这样，分毫不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木头假人自然不会自己踢翻凳子，这不过是凶手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机关罢了。陛下，凶手五云张太医之后，就是用此绳做出了张太医自尽的模样。而后用凳子斜立于死者脚下，以死者的双脚挡住凳面，在凳子着地处支上一支毛笔，使凳子刚刚好不会倒下。之后虚掩房门，将细杆放于此相接之处，待一有人推门，细杆击中毛笔，